祥子，你买车的钱攒了多少了？嗨，买辆好车得过百。您瞧我，什么闲钱都不敢花，我这3股还缺1股呢。我是祥子，三买车岁梦，终成末路鬼，这便是我一生的缩写。我自幼父母双亡，独自一人来到了北平，想要凭着力气拉黄包车改变生活。可车轮碾碎的不只是北平的尘土，还有那个想要出人头地的自己。来到北平之后，我每天起早贪黑的拉车，不停地接单送客。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，我终于攒够了钱，买下了人生中的第1辆车。可当我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候，命运又跟我开起了玩笑。我在回家的途中被官兵抓了壮丁，好不容易买来的黄包车却成了他们拉货的工具。我心疼自己的爱车，想要减轻它的重量，不料却遭到了官兵的殴打。放上去，听见没有？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枪响，士兵们四散而逃。我连忙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。混乱之中，我心爱的车不慎摔落了山崖，摔得稀巴烂。3年的辛苦劳作，就在这么一瞬间，全都化作了泡影。就在我悲痛欲绝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骆驼的悲鸣声。我看着那几只骆驼，心里突然涌起了一丝希望，也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条出路吧。我牵着这3只骆驼，一路往城里赶。半路上，我遇到了一位养骆驼的大爷，我怕这骆驼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就以35元的低价卖给了大爷。回到城里之后，我换了一身行头，剃了一个光头，心想着我还年轻，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。转转悠悠，我又回到了租车行，我将剩下的30块存在了租车行四爷手里，想要存够钱之后买一辆新车。四爷见此，劝我买一辆2手车先用着。我心气高，不愿意将就，于是他又劝我贷款，愿意给我最低的利息。我转念想了想，买车还是要买新车，只有新车拉着才有干劲，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挺直腰杆。于是我拒绝了四爷的好意。临走时，我还特意嘱咐四爷不要向别人提及骆驼的事情。四爷，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。知道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拼命的干活，不该有丝毫的懈怠。每次回家总是累得满头大汗。四爷的女儿虎妞对我非常照顾，言语之间总是对我嘘寒问暖，可我并没有在意。我不喜欢她的大大咧咧，我喜欢温柔贤惠的女孩子。而且我现在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搞钱，搞钱，搞钱。散户的钱少不稳定，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大户人家包月拉车，本以为这样能轻松一点，谁知道他们拿我当触手使唤。我不仅要拉车，还要照顾小孩，最可恨的是连饭都不让我吃。我忍不住抱怨了几句，可换来的却是一顿臭骂。我们花钱雇人，这家里的活你都得干。干个屁！我是拉车的，又不是丫鬟。我就是不伺候了。晚上我又回到了车行，虽说不用再被人使唤了吧，但又没法赚到更多的钱。我这心里吧，总是感觉不得劲儿。刚进院子就遇上了虎妞，她向我打招呼，我压根儿没心情理她，直接就把车还了回去。虎妞也看出了我有心事，便拉我进了她的闺房。买了点韭菜，你吃点，坐下吧。我本来就还饿着肚子，心想着吃就吃吧，反正也不花钱。可虎妞吃着吃着却要我喝酒，我没喝过，心里有点害怕。要不我揪着耳朵灌你了，喝。你瞧，在虎妞的教唆下，我喝下了酒。可这时虎妞却关上了门窗。我心里虽然有些害怕，但我一个大男人绝不能认怂。于是我就和她越喝越多，意识也渐渐模糊了起来。虎妞见时机成熟，便熄灭了煤油灯。就这样，我失去了人生的第一次。第二天，我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，虽然身上还残留着她的香气，但我的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别扭。正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，却遇见了曾经的雇主曹先生。他为人善良，知书达理，刚从外地回来，需要一名包月车夫，刚好我也需要这样一份工作，于是就应下了这份美差。晚上我找到了虎妞，想要把车房都给退了，然后搬去曹先生家。可虎妞一听却不乐意了，想方设法的让我留下来。咱俩要是买上2、3辆车，一天能进个块8毛的，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强。虽然他说的有些道理，
但我一个堂堂7尺男儿，岂能靠着吃软饭度日？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可当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又拉住了我。今儿个我连车带人都白送了。来到曹家之后，日子越过越好，逢年过节曹先生也会给我发红包。为了方便存钱，我还特意买了一个存钱罐。看着里面那为数不多的钞票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。那天晚上在回家的途中，曹先生问我买车的钱攒了多少。祥子，你买车的钱攒了多少了？您瞧我，什么闲钱都不敢花，我这3股还缺1股呢。我写的这本书，要是当局不刁难，能够出版的话，我能帮你一点就好了。听曹先生这么一说，我的干劲十足，脚步也越来越快，一不小心却撞到了石头，连人带车摔了一个狗吃屎。不过好在曹先生并无大碍，夫人和他都没有怪罪我。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，虎妞却突然找到了我。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交际，就假装的十分冷淡。你干嘛来了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什么事？我有了。什么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她居然怀孕了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我整个人瞬间懵了。本以为来到曹家就可以远离虎妞，没想到如今她却怀孕了。一时间我不知该如何是好，面对虎妞也只能沉默以对。她见我不说话，便给我出了一个主意。刚27老头子生日那天，你去给他磕仨头，大年初1你再给他拜个年。我看等他一乐，你干脆认他做干爹。现在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能暂时听从虎妞的安排。在他走后，我一个人回到了屋内，想来想去实在想不通，于是我去酒馆打了酒，想要借酒消愁。27、28我也不去，我操他姥姥！我本想硬气一回，不听从虎妞的安排，可不曾想到曹先生因为书籍出版的事情引来了特务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于是我晚上偷偷摸摸地将曹先生送出了城。可不曾想，我刚回到家，特务就找上了门。拿钱买条命吧！我招谁惹谁了？老他妈装孙子！快拿钱吧！这个畜生见我不拿，便自己主动找了起来。很快他就发现了我的存钱罐，毫不犹豫地拿走了里面所有的钱。我本想反抗，可我却忌惮他那枪里的子弹。就这样，我买车的梦想再一次破灭了。迫于生计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虎妞参加寿宴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四爷居然当众羞辱我，说我想靠着女人上位。我哪受过这种委屈，起身就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虎妞拉住了我。他跟四爷表明了态度，还说他已经怀了我的孩子。四爷听后恼羞成怒，要和虎妞断绝父女关系。可虎妞却不管不顾，誓死要跟我在一起。后来虎妞自掏腰包给自己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就这样，我们两人成为了正式夫妻。可就在新婚之夜，虎妞告诉了我一个秘密：我肚子里啊什么都没有，那是假的。虽然我很想抽他一顿解解气，但我不能这么做。我没有打女人的习惯，现如今木已成舟，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。可婚后的日子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虎妞习惯了大小姐的生活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还不让我去拉车。可我闲不住，于是就找到虎妞商量，让我出去拉活。虎妞为了劝导我，说出了她心中的小算盘。她想着过段日子找四爷服个软，然后再把家搬过去，这样以后就不愁吃喝了。我一寻思，这哪成啊，我可不能真成了吃软饭的了。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拉车，晚上刚回到家就遭到了虎妞的谩骂。我也不甘示弱，终于硬气了一回。我得拉上自个儿的车，谁要拦着我，我就走。你小子来劲儿了！虎妞见拗不过我，第二天就去找了四爷。可到了之后才发现，四爷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，早已不知了去向。虎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，回到家之后趴在床上痛哭。最终他也接受了现实，拿出了所有的钱给我买了一辆最好的黄包车。从那以后，我又过上了拉车的生活。虽然日子累点，但过得安稳。赚钱嘛，不寒碜。他的小福子也是一个苦命的人，在被父亲变卖之后，又遭到了抛弃，无奈只能回到了院里。
为了养活他的2个弟弟，在父亲的逼迫下，只能站街接客。有一次下着大雨，我见他无法回家，便好心载着他回了院里。后来他看我在院里修车，于是就帮我修车洗车。可不巧的是，虎妞刚好看到了这一幕，他以为小福子是在变相的勾引我，于是破口大骂：在外边找不着野汉子，上我这吊棒子来了！往后甭想动我们家门！往后的日子里，虎妞总是得理不饶人，逢人就说小福子的坏话，言行之间充满了鄙视。真他妈不要脸！小福子实在受不了了，便带着2个弟弟上门求情。虎妞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他明白了小福子的难处之后，便也不再为难他，还递给了小福子1袋大米。从此以后，2人变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。那天我回到家之后，虎妞告诉我她怀孕了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，感觉生活又有了奔头，拉车也变得更加有劲儿了。转眼间就到了虎妞待产的日子，可让我没想到，虎妞居然出现了难产。我连忙去拜神烧香，求了1碗香灰，可我不知道是不是拜错了神仙。虎妞喝下之后，情况并没有好转，还出现了腹痛的症状。我连忙赶到医院，可高昂的费用却将我拒之门外。我慌忙的四处借钱，可还是没有凑够。等我回到家时，虎妞已经奄奄一息。让我瞅你一眼，快进来瞅他一眼吧，进来。虎妞，虎妞，虎妞！我深知自己对不起他，便四处借钱给他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。可到后来我却没有钱还账，面对债主们的讨债，我只好卖掉了车，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。我决定离开这里出去闯荡。小福子得知后满是不舍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2人之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情感。我看他不停地哭泣，便对他做出了承诺，只要我的情况稍微好转，我便回来找他。可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，小福子却也不见踪影。我四处寻找，最后同行大爷的一番话点醒了我：咱们卖汉，咱们的女人卖肉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到白房子找找去吧。我连忙去找白房子，不料却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小福子以为再也等不到我，不堪折磨，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我拼命的拉车干活，从来没有想过偷懒，可到了最后，为何变得一无所有？无关风月，我只需当你会绚丽，却难别能千变。